你确定看到的是李果？是，他们应该是在前处侦察。我回来的途中，还发现了404旅侦察人员的踪迹。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。队长，是不是又演习了？队长，咱们也是396旅，能参加吗？就是，练了这么长时间，早想跟他们打一仗。是了，队长。干什么呀？我们现在要装备没装备，就我跟杨班长带着你们12个新兵蛋子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没接到通知啊。队长，我们是不是要避开？既然没接到通知，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，继续前往关霞岭北侧区域进行野战训练。今晚的训练行动代号“暗夜骑兵”，训练科目：侦察渗透、敌后不服，还有斩首行动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是，走吧。双方的位置。404旅已经提前进入演习区域了，396旅的1营、2营也已经到位，可是这个3营啊还在路上。红军对蓝军的机动速度产生了误判，太大意。报告，行。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。小分队，什么情况？他们是从山崖那边爬过去的，刚刚被我们的监控系统捕捉到。把画面调出来。是。哎，这不是郭子健吗？是啊。首长，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我又不是神仙。不过，这次演习在教导队附近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也算是红方的人。也是，这小子就喜欢突然袭击。那首长这怎么决定啊？既然是练兵，不要告诉红蓝双方，把这支不速之客放进去，看看能在红蓝双方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。他1没指挥权，2没装备，恐怕不太容易吧？哎，不过，一个曾经在红方的郭子健，再加上一个曾经在蓝方的杨茂林，这个组合倒是挺有意思。哼，是啊。看见了吧？龙远山出手了。哎呀，这3营啊，那倒霉喽。报告营长，前方发现敌人侦察无人机，迅速疏散营地，保持无线电静默，启动防空力量，防止敌人进攻。收到。密切关注对方防空力量，先使用远程火力，陆航编队暂时不要出击，以免暴露我们的位置。打！是。3营损失怎么样？报告，3营车队共损失7辆突击炮车和11辆轮式步战车。我的个娘！这个3营长怎么说的谎？就一波远程打击，把我一个营的重装备全都干掉了。通报1营、2营，无论如何做好防御。是。快！命令：1. 派出侦察小分队，对敌已进入关霞岭北侧区域部队实行抵近侦察，判明真伪后，
派突击分队偷袭1营2营的重装备，然后以坐标引导打击。2，预留一个排侦察金兵，准备端所见安火。是。队长，这无人机什么时候出马？急什么呀？就你这半兵卒的水平，出去就给敌人喂枪子。好嘞，走。南军指挥所的位置确定没有？根据404旅的机动方向，我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分析。依照我对龙旅长的了解，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地点就是凤鸣山。地图。从这里前往凤鸣山，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马尾沟，走174高地旁边这条山道，然后翻过这座小山。那不得30公里？不对，是28.7公里。而且途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部队的侦察分队和突击分队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这要是徒步走过去了，别说战术行动了，黄花菜都凉了呀！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进了战场不就什么都有了？你们给我记住了啊！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，就地取材。是。教导员、副连长，3营的情况我听说了，我有个建议，说，为避免遭受集中火力打击，在保持火力灵动性的情况下大乱编制，我建议把突击连的重火力分别部署到1连和2连，同时其他火力也以同样方式分开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好像上一次郭营长组建的营战斗群，对吧？对，我的意见就是组建2个战斗群。副营长，你的意思呢？这等于打乱了现有营所有的火力编制，临战变阵，我不赞同。另外，我们此前没有打过报告，仗都打到家门口了，啊，还有临时抱佛脚，吕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我认为，没必要节外生枝。调动，到！马上通知突击连，把全连重火力武器分别分配至1、2连战斗序列。其余火力呢？抓主要矛盾，其余火力可以灵活安排。是。早就发现你们了。第1小队继续执行侦察任务，其他人跟我走。队长，我们真的不救他们？我们的行动代号是什么？暗夜骑兵。你是不是傻？我们是出来训练的，手里的枪又不是演习用枪，你能保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，就把他们徒手都干掉？到时候暴露了怎么办？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，斩首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吗？谁说不管？既然他们的小分队已经到了这里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1营的指挥所。我刚刚已经通知了1营应对，并且把情况通报给了2营，呼叫了支援。队长，你有他们给的编号？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。走，跟着那3个侦察兵。对呀，大部队搞不定，先抓几个小喽啰，各个击破。哎，记不上咱们队长之前是1营营长。赵老幺、副营长刚收到这条信息。1营指挥所已暴露位置，谁发过来的？看编号不是我们1营的。赶快联系林火，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。是。来不及了。桑教导员，很遗憾，就在刚刚，你们全部都已经阵亡了。另外，
蓝军小分队对你们突击连实施了突袭，你们突击连的4台炮车全部被毁。虽然这条信息没有具名，但我们要不要和一营联系一下？报告营长，一营指挥所遭蓝军打击，打击有效。看来信息是真的，会是谁呢？我侦查人员在东南方向发现南军小虎艇向我突击连方向接近，人数大约有15人左右。看来他们是要打击我们的重火力。命令到！我突击小分队立即前出，对蓝军小分队实施突击歼灭。是。这个龙远山，速度够快的。哎呀，只差一步，可惜了啊！红军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！那郭子健想靠10几个人就想扭转战局，太难了。是啊，但是特战化是未来战场的一个趋势啊，绝不能单打独斗，必须依靠其他作战力量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，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。首长说的是啊。把装备卸了。旅长，针对红军1营的行动基本成功，但准备突袭红军2营重装备的小分队被对方吃掉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红军的3营基本上被打废了，1营的指挥机构和突击连也基本上被我们端了，就连机关的直属分队也被我们的小部队蚕食了不少。就这个江胜强的2营，我们打得不够理想啊。主要原因是咱们的主力还没上。既然我们占尽优势，那打江胜强的2营，我们就来个硬对硬的大碰撞。给你带点小笼包，快吃吧。谢住了，正好饿了。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？哎呀，首长料事如神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哦，大战前的寂静。今天白天肯定会一场激战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不知道龙远山会用什么战法。说到战法，我觉得龙远山和郭子健2个人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。他俩哪像啊？中国人打仗讲的是谋略，但是在谋略的运用上最难把握的是这个度。但是在度的把握上，龙远山和郭子健2个人在这方面都还是有些天赋的。首长，您是说他俩都是属于那种有天分的指挥员？这是我一家之谈。想要成大器，除了有天分，也离不开后天的艰苦努力。鱼有毒不成器嘛。英军啊，时不我待，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，只能在演习场上不停地设置障碍，来进行反复的鉴别。首长，您放心，就您操的那份心啊，不会白费的。这郭子健要真是一蹶不振，他就不可能来咱们这个演习场，啊。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往凤鸣山方向移动。这是要斩首龙远山啊！他只是要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。
有点意思。旅指挥所发来战情通报，上尉发现404旅指挥所的位置，他们2个合成营部署非常分散，而且阵尾难辨。另外，那个北斗手持编号我查过了，是教导队的，可是教导队没有参加这次演习。不用猜了，肯定是郭子健。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老实，密切注意这个编号发来的一切信息。是。继续监控。是。旅长，3营、4营已经向396旅2营方向开始机动。命令3营、4营分东南两侧合击396旅2营，把演习换运的弹药大量分别打出2/3。他江胜强不是能打，那我们就等着他满地找牙。那他们剩下那半个1营怎么办？先放着，集中火力打完2营再收拾他们。但如果他们主动出击与2营会合，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。那就对其实施信息压制，不许一条信息进出，并且在其能够突击的各个路口设置突击手，造成我们要把其逼出驻地实施歼灭的假象。固步一阵，让他们误以为是陷阱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没错，是我马上安排。396旅指挥所找到没有？有大致位置，还没定位。继续找，必须找。是，马上部署。隐蔽。队长，有情况，是404旅的3营，他们的前进方向与我们一致。前方可能会有大动作，所有人加快速度前进。龙远山最擅长的战法，一是偷袭，2是空袭，3是突袭，4是夜袭。这几板斧之后，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决了。我总觉得跟这个家伙对阵啊，心里就从来没踏实过。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报告，进来。什么情况？蓝军分东南2个方向对我军2营进行猛烈打击。猛烈，看到没有？典型的佯攻招数。通知2营巧遇周旋，随时做好机动准备。是。1营现在什么情况？报告，1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，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。不对，龙远山很少打这种纯消耗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肯定是假象，背后一定有别的计划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打我赔，他跑我追，咱们奉陪到底。但他们2打1，我们不占优啊。如果1营能与我们联手，我们的胜算会多几成。把你的建议发送给指挥所。是。报连长，遭受持续电磁干扰，还是联系不到。继续呼叫。是。蓝军这回对我们实施这么强大的电磁干扰，到底是什么意图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就是要把咱们变成聋子和瞎子。目前我们从伪装到防御都没留给404旅机会，龙远山就是要把咱们逼出去。只要咱们一露头，他们的机会就来了。报告，讲。连长，收到消息，现在404旅正在分2个方向打击2营，火力很猛。知道了。是。好啊，他江胜强不是能打吗？那就让他们针尖对麦芒，好好的干一场，打得越激烈越好。咱们是不是伸个手？龙远山已经布下了陷阱，就等咱露头了，绝对不能出去。可是，如果不增援的话，
二营党没了，这场仗估计很难翻身。让我想想，396里这半拉子部队啊，受到信息压制，又不敢主动出击，江胜强这回只能硬扛了。龙眼山压住江胜强，就是知道江胜强争强好胜，会打成消耗战。一营被突击队打怕了，又没有营干部做指挥，信息被封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守摊子，所以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营救二营。是，这样看来，二营落败，也就是一营落井之时啊。不过索江安这回把指挥所设在枫腰谷，龙眼山想要复制上一次的抓现行，恐怕也不太容易啊。抓不着的话，就斩首更干脆。就看这一次郭子健能不能赶在龙眼山前头了。报告队长，蓝军3营4营正在对红军2营发起夹击。知道了。队长，蓝军哨兵警戒森严，敌情观察容易暴露。东方今天到，有需要请战吗？命令你无人机马上起飞，控制高度和观察角度，防止蓝军发现。是。二营被粘住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过不了今晚，全军覆没。参谋长，到。通知一营从右翼侧攻，快打快撤。一营还是联系不上。一营现在谁指挥？李松伟、徐志强2个人一起指挥。这2个人能力不够，加强沟通。还是联系不上吗？联系不上。二营战况如何？打得很艰难。如果我们过去增援的话，或许可以翻盘。可是，如果真是陷阱，我们恐怕一出去就被灭了。我记着，营长曾经说过，如果球不知道该往哪儿踢，就往对方球门里踢。营长说过这话？哎，你先别给我扯这个。总之，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二营。与其我们瞻前顾后，不如抓住时机打。通知全连，准备战斗。是。报告，讲，一营出击了。好啊，没想到这个李松伟还能给咱们惊喜。从时机和效果来看，一营出击的恰到好处，打得好。在通信一直没有连通的情况下，仍能主动出击，更是值得肯定。看来还是上次演习的营连机复盘起了重要作用。没错。好啊，作为蓝军，红军被我们越打越进步，应该高兴了。可惜这样一来，我们的优势就不明显了。不可惜，这只能说明我的布阵不够高明，没有吓住对方一营。不过，就算这半个一营加入，我也不怕他。队长，蓝军3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。好，立即访案，把定位发给江胜强。是。报告，那个北斗手持再次发来信息，向我们发送了敌军3营火力点坐标。立即根据坐标计算，辨别真伪。是。
根据计算进行无误。很好，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。是。还有，派侦察兵寻找郭子健的位置。明白。 哇！你看，你看，郭子健这小子，展示的路上也没闲着。龙眼山吃亏了，要下狠手了。没想到这个江胜强还有2把刷子，竟然报销了3营的主要火力。命令3营、4营撤出阵地，准备实施第2方案。 让侦察小组对1营和2营，还有396旅指挥所进行准确定位。入夜之后实施斩首。是。杨才，咱们为什么要来蓝军的指挥所啊？这也太无聊了吧！你说，红军为什么就不能给蓝军找点麻烦呢？洪班长。 我们不能光顾着看热闹，还要注重学习军事业务。杨才，我们岛桥班的任务就是跟踪现场、公正评判、设置战场、逼真环境、行动记录、如数凭证，做到这些不就够了吗？背的倒挺熟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想要掌握全局的变化，还是得在指挥所。前几次我们跟的都是红军，这次也应该对蓝军好好做做功课了。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别的用意？ 你是不是会觉得郭子健会来斩首龙眼山，所以故意在这儿等他？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只是想要采集最有价值的岛条信息。对对对，郭子健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。开笑。有发现。老李，到。精密侦察是。啊，对，跟上。副旅长，龙眼山撤退之后一直没有动静，恐怕是想夜袭。蓝军指挥所找到没有？ 侦察分队刚刚发回消息，相思崖发现蓝军指挥所遗失上法。命令，炮击相思崖。是。一定要活捉龙眼山。报告队长，已经确定，无人机发现的目标就是蓝军指挥所。按计划行动。是。行动。 连上了吗？马上走。好了，队长。前方就是蓝军指挥所的位置，他们会在外围设置至少2道防线，大家小心。隐蔽。谁呀？下手这么重！ 原来是你啊，杨班长！你们俩已经死了，不准诈尸啊！杨班长，这么快我们之间就弄成敌我关系了？少废话！您说说里面哨位的设置情况。说啥呀？还不是当初你自己设置的。呸！就当我没说。旅长，刚才相思崖我指挥所遇到红军远程火力打击，现在可以确定红军的指挥所在枫窑谷。
2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向识别的，绝对可靠。396旅2营1营的指挥所呢？坐标都已定位，集中所有火力，打！是。每个人牢记目标。我们再往前走过一排帐篷，探照灯就会马上向我们聚光，聚光的同时马上分散，然后射击。班长，为什么不现在射击？没时间跟你解释，听从命令。是。是否行动？听指示。按计划行动。是。这不是杨茂林吗？他不是404旅的吗？怎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？他主动跟梁副军长申请去了396旅，现在人在教导队。傻了吧他？好好的王牌蓝军不当，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。他是为了吴东胜。对不住了，杨班长，既然成为对手了，你之前所设下的布局，我们几乎已经全部打破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打掉了我们所有的瞭望点。好小子，长进了。把杨茂林押到指挥所，旅长有请。其余人都带下去。是。所有人，给主武器上消音器。行动。是。一差一步。怎么了？失望了？一点也没有。他们就这么几个人，几乎干到了蓝军所有的岗上，牛。不过这个杨茂林还真是人狠话不多，简直就是个平头哥嘛。杨仔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杨茂林他是396旅教导队的人。对呀，那如果他出现了，那郭子健不就也会出现了，是不是，梁仔？龙远山已经定位了红方的指挥中心，下达了打击命令。如果打击结果有效的话，那么演习就结束了。没结束就是还有机会。这一般大佬们不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吗？我有种预感，他马上就要出现。杨茂林，我早就说过，离开我们404旅，你就很难再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。只是没想到这个忠告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按理说呢，俘虏也是我的客人，但是你不是，因为你。算了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带出来的兵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好好盯着大屏幕，马上集团军首长就要宣布演习结束了，404旅大获全胜。一身武艺，到了396，
废了。哈哈。杨茂林这顿骂挨的多些零头啊！哎呀，杨班长最大的失策就是不该跟旅长作对。好了，首长已经下令打击红方的指挥所了，打击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了。两侧警戒到位，5号到位，6号到位，7号到位。听我口令。就是说，这次演习结束了，太好了！行动！郭子健来了。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宣布，蓝方打击有效。这次404旅出征前的热身赛，404旅获胜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即便现在396旅的特战小组站在了404旅的指挥所里，也无法改变结果。放下，放下，没听梁副军长说什么？瞎比划，放下，放下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就这么一支刚成立的新兵小分队，竟然差一点就斩首成功了。是啊，我看了这么多场演习，这样的结果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有点意思。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如果再早那么一点，如果再快那么一点点，如果不是因为中间耽搁了，如果郭子健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没有如果。还嘴硬。我们根本就不在演习的通信系统之内，也不知道你准确的打击时间。我们只是赶了个巧。如果不是因为处在演习的最后状态，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杨茂林被抓，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，我也进不了你的指挥所。就凭你这份坦率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只不过这种巧合在我们404旅，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我相信，但我也提醒龙旅长，大数据时代，很多巧合是可以推算出来的。我同意你说的话。真是没想到啊！时隔不过数日，我们这块磨刀石就被狠狠地磨了一下。396旅确实是藏龙卧虎，过瘾，痛快。报告。索部旅长，就您自己啊，政委呢？部队马上撤回了，政委不放心，到现场看看。啊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有关郭子健抓龙远山的事儿。哎呀，可惜晚了一步啊。这根本就不是可不可惜的事儿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。没有根据的事儿别瞎说。您知道郭子健销假回营那一天是怎么回来的吗？
坐的龙眼山的车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担心在396里混不下去，已经在给自己找后路了呀。不至于，我也觉得不至于。我之前没这么想，但是您看这一次，怎么就这么巧啊？偏偏就差一步。他要是早进去1秒钟，就1秒啊，是不是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？他就这么差这1秒钟啊？所以我猜测，他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关口，让我们大家既觉得他很牛，其实他完全可以抓到龙尾山，又让我们认为这396里少了他不行，但同时呢，他又故意放了龙眼山一马，给404旅那边卖个好。您说，他要是下定了主意要跟龙眼山走，那没人会拦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，实在可耻啊！你说这么半天，都是你的猜测啊，是，但是您也不能否认，他有这种可能性吧？怎么了，队长？有心事啊？我在想啊，郭子健情报有限，兵力有限，装备有限，支援力量也有限，他怎么就能差点置我龙眼山于死地呢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了杨茂林。杨茂林前不久还是我们最核心的特战队员，对我们的战术思想甚至方法，那都是了如指掌。你的意思是，杨茂林是郭子健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的核心？对呀，事实也证明，到最后的节骨眼上，他也是打出了杨茂林被俘来迷惑我们的这张牌。那我问你，如果郭子健不在，我再给你3个杨茂林，你能达成现在这样的作战效果吗？所以说呀，杨茂林固然是这个棋局当中的大局，但是郭子健不仅是身在棋局之中，还是下棋的人，他操控着整个战局。这倒也是。郭子健这小子不出招便罢，只要一出招，就是一剑封喉。我记得上次演习，第一次咱们差点直接被他包圆了，第2次幸亏专门针对他设置了陷阱，咱们才打了个时间差，险胜一招。没错啊，所以说这一战我们胜得非常的侥幸。我现在想起了后脊梁骨都冒了汗。如果这是实战，我们或许已经被斩首了。你别看这是一个小型的斩首战，我总感觉在未来的作战中，这种战法一经放大，很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战局的强烈动荡。而郭子健正朝着这么一种我目前还看不到形态的战法，实质性的迈进了。我觉得您对郭子健的评价过高了。这次咱们的胜利，是像您说的，可能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。但是真正的高手对决，胜负就在1瞬间，1秒钟足可以改变整个的战局。谁掌控了那1秒钟，谁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。这一战，钥匙在我们手里。我们不能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顾我们，所以对郭子健的战法，我们一定要反复研究复盘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把这1秒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1秒啊，就差1秒就能拿下黑妈妈的手里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如果成了，他够我吹100年。没出息！啊，咱们以后可都是特战队的技术尖兵啊！黑曼巴算，丁峰知道吗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王牌蓝军的领军人物，历史从无败绩。没错，哎，是不是？既然定目标，那就得定高点儿，那就拿下丁峰，拿下丁峰，拿下丁峰！哎呀！
不去不行！还没学会走呢，就想着跑啊！别说狄云峰的王牌蓝军，就你们，想赢404旅都难。那班长，咱们还要练多少年？至少20年吧。20年？团长，我们才20岁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啊！我相信，我们一定会成功，一定能成功，一定能成功！班长！郭营长，欢迎回来。集合！集合！到了，到了！后面跟上！喝水，喝水，不准喝水！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渴，但是忍耐力也是今天的训练科目之一。你们每个人不到1/3水壶的水量，好好检查一下。队长，我稍微舔一下，润一下嘴唇行吗？是啊，队长。不行，想的还挺美。给你们5分钟休息时间，准备下一个训练科目。没气儿了，队长。行。王队长，明白。具体位置在哪儿？好，我们马上出发。集合！紧急任务：有6名大学生出来旅游，误打误撞进了不归崖，现在有1人受伤，当地派出所正在协商营救事宜，但我们小分队离得比较近，由于情况紧急，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。怎么样？脚可能是骨折了，坚持一下，先喝点水。解放军同志啊，还有水吗？我这边水壶里没水了，能喝你们水壶里的水吗？把水壶都解下来。好，拉！慢点！小分队，没事吧？哎呦！好，拉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队长，还有水吗？有水吗？没了。同学啊，你还有水吧？我有水，我问你们要干嘛呀？来，准备下场。喂，凌叔，啊，我们已经到山下了。行了，行啊，好嘞。兄弟们，事情妥了，等会儿呢就有直升机来接我们。
怎么样？没坐过直升机吧？你们是从西边那条小道上来的吧？啊，好像是吧？知道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吗？啊，是吗？这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你都说了是从西边那个小道上来的，那上面有标识写的清清楚楚，没看到吗？我们是。哎，解放军同志啊，没必要吧？这不就是一荒山野岭吗？这种军管区啊，我见多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给你们找了麻烦啊，我们下不为例啊。我看你们这装备都挺专业的，这点常识都没有吗？这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家人怎么办呢？解放军同志啊，今天是你帮了我们，谢谢啊。回头呢，我找人给你们送一面锦旗。您说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尽力而为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。解放军同志，您不知道，他爸可是……同学，提醒你，这里是军事管理区，不管你爸是谁，私人直升机绝对进不来。等我们车到了，送你们下去。集合！别理他，没事，还有1个多小时呢，咱们先吃口热乎的啊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渴，再坚持坚持。车还有多久到？20分钟。同学，啊，把火灭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这里是军事管理区，鼎碗气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，未经允许禁止携带入内。第二，这里是山林，严禁烟火。我这罐呀，进口的，拿枪打它都不会爆炸。再说了，这也没什么花花草草的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没事儿，不会着火的。我现在命令你，把火关了。请注意你的态度。不是我吹，就这片山，我一个电话，平汤。哎，人家解放军让你灭了你就灭了呀。你今年大几啊？大4的，怎么了？刚刚扶你下来那位战士，就那位战士今年大2，年纪比你还小。你说口渴的时候，他和他的战友毫不犹豫就把水给你们。你要知道，他们训练了一上午，一口水都没喝。你们是军人，这是你们应该的。军人也是人，也要吃喝拉撒。我们的战士为了救你们，累得快虚脱了。我刚刚问你有没有水，你居然说没有。水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怎么了？你的老师、你的爸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。我的老师跟我爸妈怎么教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既然不教你，那我教教你。杨茂林，到！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。是。目前，一条视频在网上疯传，一位解放军的少校抡起大脚就踢飞了群众的饭锅。梁三，出大事了！那怎么了？解放军少校讨水不成，踢翻驴友餐具。你等，还有更夸张的，我给你找。这还有视频，就连郭子健把人家野炊锅踢翻的视频都有。这回这郭子健可真是要出大事了。哎呀，一夜之间啊，铺天盖地。现在我的手机都已经被打爆了。关机，早关了。连军委网络、舆论部门都惊动了。昨日的舆论情况非常不乐观。
好嘛，人民子弟兵，把人民子弟的锅给踢了。你真给我长脸呐！我都没想到教导队这么封闭的地方，你一样惹出祸。各位领导，清者自清，情况我已经说明白了。说明白了？哼，哎，那我们几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呢？陪你玩呢？啊？原本都是你的理，这一脚下去，全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成熟。报告。去。政委，宣传处的王处长来了。现在我们还不了解这起事件的详细情况，但无论什么原因，你身为人民子弟兵，都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如果真的发生战争，这样的军人怎么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？这件事情不大，可影响不小啊。甚至连相当级别的首长都开始关注舆情。但是呢，集团军领导并不糊涂，也不会跟风起哄。最主要的是先要弄清事实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事实真相我们已经连夜上报了，集团军已经收到报告，我们已经联系相关的新闻单位，采访获救的大学生，让他们讲述事情原委。哎呦，这就太好了。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舆论场上的争斗，比现实甚至比战场上的斗争都复杂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光凭几个人的解释，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说服力的。更何况，那几个大学生面对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，而且，就算他们出面，人家可以说是咱们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就范的。有些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向军队浇脏水的机会，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这不就复杂化了吗？所以呢，证据很重要啊，尤其是视频证据。可是，我们在那片地域没装监控，这证据上哪儿找去啊？老王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不是，那就干看着它发酵啊！只能是先等等看，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新的转机。要了命了！我原本以为这个郭子健啊，只是人品上有一些瑕疵，但是就军人的基本素养，应该还是过硬的。但是真没想到，太让人失望了。索副旅长，索副旅长，哦。不过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，也说得过去。毕竟跟他其他的恶劣行为相比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但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周副旅长，您看，就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下，咱们还继续让他留在教导队当这个教员，合适吗？咱是不是得给群众有所交代呀？郭子健这次确实是太冲动了，但是我们得就事论事，一定要树立军人的形象，维护部队的尊严。这事儿如果处理得太草率的话，可能会影响一个军人的前途啊。但是我之前就说过，就这小子，迟早得捅大娄子。但是要在我们部队内部吧，还好，至少我们可以给他兜底儿啊。但是这回他把娄子捅到社会上去了，那谁给他堵得上啊？行了，这事儿你别跟人操心了。关于对他的处理，我们党委会认真讨论的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爸，这些都是我搜集的网络大 V 的资料，都是100万粉丝以上的。我已经跟他们其中几个人取得了联系，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。这边是一份详细的反击策略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世界上还没有天理了，不能让我哥折在这几个孩子手里。
反击策略。那你说说看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找网络大 V 拍摄中视频、短视频，对我哥的踢锅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。第二步，深挖这几个学生的背景，特别是家庭背景，只要找到污点，就尽可能的放大，转移公众视线。第三，宣传我哥的优秀事迹，把我哥塑造成蒙冤受屈的坚强战士。最重要的一步，找到这几个学生，给他们分别做思想工作，从内部瓦解他们这个集体。你想得很周全啊。你告诉我，这得花多少钱？我不就是来跟您商量的吗？只要能挽回我哥的名誉，花多少钱都值呀。王经理，从这个月起，停发陈小山的工资。他申请的所有项目的款项，现在就停止。啊！爸，我的项目不能停，我还有信用卡要还呢。你不是自己很有办法吗？你自己想办法。爸，你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啊？这都是公关公司正经给的方案。公关公司就是这些人把网络弄得乌七八糟的，自作聪明。你不知道现在网上都吵成什么样了，咱们再不干预，我哥就完了。部队是有纪律的，部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啊，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为你哥哥洗白吗？啊，越洗越黑，去吧。你哥哥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，还公关公司，狗屁公司。那我的款项您跟黄经理说一声。去吧。都款项，黄经理，哎。子健，别说是你，换了我也得踢上一脚。我甚至可能多踢几脚。你们现在跟我当兵那会儿不一样了啊！那个时候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但是，子健呐，我要提醒你，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。如果处理不好，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，甚至被边缘化。要真是那样，我就回去给您打工，换一种方式，继续为部队做贡献。子健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，也要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地离开，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，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踏实的。我明白。王队长，老郭，雨里边刚刚下的。与党委研究决定，即日起暂停郭子健同志所有教学任务。哼，这是又得休假了。啥呀？文件里边不是说了吗？只是暂停。等这阵风过去啊，啥事儿都没了啊！别太往心里边去。现在那帮小孩啊，成天就知道泡在网上，这好的不学，歪门邪道学了一大堆。也不能怪那些学生，我确实把人家锅给踢了，人家有凭有据，有视频有目击证人，算我倒霉。没事啊，走了。梁子，郭子健的事儿
出血急了。我就是被解放军踢飞犯过的大学生。前段时间呀，又有人给我私信了，对方声称自己是一个老兵，想找我谈谈，但是他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什么。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踢飞我犯过的军官吧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要不就是一个凑流量的啊。不知道他要找我干嘛，我也不知道我找他谈什么。但是我估摸着，如果真的是那个军官的话，那避免不了一场架喽。哎，你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去呢？我想了想，还是去吧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呢就不透露给大家这个相关的时间和地点。如果有第一消息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给个关注。梁灿，你说这郭子健不会真的去打他吧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哎，梁灿，你干嘛去啊？梁灿！你就为这事儿来的？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尤其是一名军人，做事情应该理性一点。提锅的事是我不对，太冲动，但我还不至于去找几个大学生打架泄愤。那会不会是你手底下的兵啊？不可能，最近训练任务多，不允许请假。我估计就是那小子自导自演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说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唯恐天下不乱呗。三观不正，品格不好，有的就是为了利益。不过你放心，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，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怎么？梁三宝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。其实，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。那天在吴东山病房门口，我对你发了邪火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喝水，喝水。哥，我已经跟上他们了，一会儿给你发视频。我跟你说了，别搭理这事儿，跑那么远去凑热闹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我就是好奇，看看到底是他们自导自演，还是真有一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好兄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郭子健，大兵同志，郭子健，郭营长，大兵同志，郭营长，站住！郭子健，站住！郭营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逼他们告诉我你的行踪的。我警告你，一会儿人来了，你要是敢动手，我就报警，看你爸怎么收拾你。郭子健。单腿大哥啊，您哪位啊？郭子健是俺的营长，俺是郭子健的兵。同学们，可能不知道，
当兵的把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，拿军人的荣誉开玩笑。你们拿当兵的荣誉博关注度、涨粉丝、博眼球，你们这不仅毁掉了一个优秀军官的前途，也毁掉了自己的良心。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你们衣食无忧，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为了咱们的幸福生活，有很多年轻的士兵还没有活到你们这个年龄就已经牺牲了。你们那么年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做人要有底线，做事情要留有余地。收手吧，同学们，别再炒作这件事情了。老兵同志，我们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替他向您和您的营长道歉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你站在原地，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，车渐渐远离，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。你一步一趋，不是，想着此刻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哎，还我！还我！行了，还我！不是，被雨洗仍举杯的知己，远方和故乡，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。喂，营长，你在哪儿？俺在老家呢，这不开了个小卖部吗？怎么了，营长？什么事啊？还跟我撒谎，我都看到你了。公园附近有我的人，就是来上点货，顺便会会那几个臭小子。他们没吃过苦，我没遭过罪，欠收拾。地址发我，过去接你。算了算了，俺这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，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生意怎么样？火炮啊！哎，但是营长你放心啊，俺给你承诺的那些事儿，可是一点都没落下。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说。那还用你说，营长，放心吧。营长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有什么事儿呢，别太往心里去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少废话，我还用你劝？你也多保重。好。一草一木一我有一你，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。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老梁啊，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事情啊，是陆军和战区陆军2级领导亲自点你的假，你就放开步子干吧。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，我给你当好这个后勤部长。哎呦，你这个后勤部长级别太高了，我哪敢呐？我知道，对这项工作呢，你是一直有准备的。还是老规矩。我把作训处长许灵军直接派给你，让他全力以赴的配合，直到这项工作完全收尾。哦，这回这么大方？哎，你要做大事啊，我们当然要大方了。这次啊，是要人给人，要政策啊，给政策。首长们这么给力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就抓紧时间开始，争取把这个试点做成个样板。是。谢谢后勤部长。好了，好。首长，
找我有事儿？我的调函下来了，研究所希望我尽快去北京报道。哦，课题研究完了？基本完成。挺好，功成名就。到了那边好好干，什么时候动身？我想再等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我想参加集团军的心智力量骨干集训。一旦进入了研究所，像这样的直接一线实践机会就再也没有了。我最缺乏的就是对战场的感知，所以我想通过这次集训好好学习，补齐短板。理解。可是研究所那边怎么办啊？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，我说，老师您这边可能还会有工作要交代给我做，所以我打算做完了之后尽快赶过去。好，你这个丫头啊，拿你老师打马虎眼啊！行了，我帮你协调参加集训。是。等等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们集团军的软件、硬件你都看不上眼呢。那还不是因为战区陆军试点只在你们军，其他的单位没有吗？好，你这个丫头啊，好处都得了，还不给我们留一句好话？我们第8集团军是全军军改最前沿的部队。啊，得，太刺耳了。行了，口是心非，我知道了。出去吧，出去啊！还有一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最近网上热炒的那件事儿，您听说了吗？郭子健。是。那么大的事儿，想不知道都难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这次集训有没有郭子健的份儿？你觉得呢？没有。那还问？我就是认为，郭子健同志的个人综合素养，如果这次集训没有他的位置的话，他一定会抱憾终生的。这对集团军来说也是一种损失。郭子健现在是暂时停职，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职务，能否恢复职务，要等事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后才能下结论。但是，心智力量集训等不了他。那如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调查清楚，会怎么处置他？难不成一直晾着他？这不是你应该问的。首长，我只是希望我们部队不要损失一名优秀的指挥员。你说你这个丫头，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为什么这次对郭子健要另眼看待呢？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。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英雄。是。哎呀，虽然说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可你这脚啊，偏偏踢在这个节骨眼上。本来，心智作战力量骨干集训和救人是2件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。你呀，真有本事，愣是一脚给踢成了一锅粥。我知道那脚踢得不对，可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还会踢那一脚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脚把你集训的名额给踢飞了，你还会踢吗？政委，这次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精神，我认真学习了。我知道这是陆军改革的大事，也是我一直想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。我是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啊！行了，你也别灰心。好在啊，这次特战小分队结业考核中啊，你强力培训的这支12人小队成绩优异，技能、智能和体能啊都很拔尖。集团军决定，集训的时候把这12人以及班长杨茂林连过段，一起纳入心智作战力量骨干集训队。谢谢政委，我替他们感到骄傲。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，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嘛。队长，这对你不公平。
你那脚踢的没毛病，我们全都可以给你作证。是。你们是第一天当兵吗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，不是你们想参加就参加，想退出就退出。这次集训意义非凡，有可能是陆军未来作战方式的一个启动点。不要因为我而错失机会。队长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要感情用事，好好训练，不要给教导队丢脸。你回吧，认真准备。杨木林，走，带回。是。都回吧。回吧。子健呐，我要提醒你，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。如果处理不好，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，甚至被边缘化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，也要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地离开，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。政委，我是真的很想参加。行了，你的想法我明白。但是网上那件事啊，到现在还没有澄清。你想参加集训队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哎，办法还真有一个，不过